晚辈梅念轩叩见青天包大人。且慢，你有功名在身，依我朝礼制，无需如此大礼参见。谢包大人。所谓胸有诗书气自华，本府虽不信那子平之术，然而就气度来看，你双眼之中虽有不平之气，神态之间却雍容有度。是包大人过于抬举晚生了。至于展护卫告称，你状告经世大考，有人从中徇私舞弊，可是如此？回包大人，的确如此。状告科举舞弊，非同小可。倘若是真，势必引起朝中轩然大波。若你乃是诬告，依法论罪，即便不是死罪，也难逃监禁20年之刑。你可明白？晚生明白。既然明白，你可还是要告？视同骑虎，即便是砍头之罪，晚生也要求一个清楚明白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府就接下你的诉状呈上来。截至目前为止，你可有任何凭证？回包大人，晚生并无任何凭证，只不过心中存有疑团。白玉堂在三柳镇查出许多蛛丝马迹，并要求晚生代为禀告包大人。禀告本府何事？想请包大人派展护卫前往沙河县三柳镇与白玉堂会合，一来是官方身份，便于查查；二来白玉堂表示还有许多机密内幕，要转告展护卫。但凭大人示下。单凭他一面之词，便要本府派人相助，这白玉堂也逾越了分寸。大人，白玉堂虽非公职在身，而且个性偏激固执，不过他从未妄言。从大局着想，大人三思而行啊。既然公孙先生也如此认为，好吧，展护卫，就请你辛苦一趟了。属下遵命，属下这就动身。一般学子科举落榜之后，大多自怨自艾，很少有不甘不服之事。你却耿耿于怀，不肯罢休，莫非你当真认为自己的文章学识高人一等不成？包大人明鉴，晚生不敢自命高人一等，但却深信绝不落于人后。哦，你竟然有如此信心？请包大人允许晚生托大，晚生对此次大考有十足的信心。你既然如此信心十足，又不肯落于人后，你可有能力证明？晚辈斗胆，不知包大人要晚生如何证明？你当日所做的诗词文章，所写的典式策论，如今你可还能默诵？晚生自信能一字不差地默诵出来。那好，你且在本府书房之内，将当日所写的策论默写于纸上，待本府看过之后，再做定夺。晚生遵命。张龙、赵虎在，立刻准备文房四宝，由他在此地默写文章，你二人在一旁守候，不许任何人干涉打搅。遵命。多谢包大人给晚辈这个机会。
禀大人，晚生已经默写完毕，自信与当初大考之文稿一字不差，还请大人阅证。好，天地之性，为人为贵，明其中和之心，仁术之行，因而异于目视，不同禽兽，古贵之耳。然性无常守，随化而迁。不错，的确是性无常守，随化而迁。这乃是教化之根本。而今责人者多以邦国无贤，莫之所举，此乃谓之私也，非事离之论。夫良玉未剖，与瓦石相类；铭记未持，与奴麻相类。及其剖而迎之，持而视之，玉石奴记，然后始分。昔吕望之屠调，百里奚之犯牛，宁生之寇剿，管义乌之三败，当此之时，悠悠之徒，岂为其贤？即生王朝，登基国，积数十年功成事立，使士其其事也。古人云：读其文而知其人。在这篇文章之中，隐约有一股磅礴之气，然而也看出你胸中颇有快乐，似乎有怀才不遇之感。多谢包大人指点。立论精辟，比喻贴切，如此佳作，大考诸公居然看不出来呀！连大人都如此夸赞，想必是篇奇文大作。这就难怪梅公子落榜之后是心不甘气不服，才会来到这开封府，请大人主持公道。若就文章而论，本府也为他不服。至于其中是否真有弊端，却也不能骤下断言。这样吧，连点轩，晚生在。这其中或许另有蹊跷，至于真情如何，还有待展护卫回报之后方可定论。如今你且在本府驿馆之中暂宿，等候消息。多谢包大人如此成全。你们7个，只有1个是明眼人，其他的全都是盲人。我白玉堂虽然与你们未曾见过面，不过也确有耳闻。莫非你们7个就是江湖上臭名昭著的魔剑七雄？错了，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魔剑七雄。臭名昭著，万恶滔天，还敢称雄？在我白玉堂眼里，都是一群瞎了眼的狗熊。白玉堂，今日之约，一决胜负，并非为了逞口舌之力。好，那就动手吧。准备布阵，走位北斗七星阵。那好，
白某今天就领教一下名动江湖的北斗七星剑阵。剑阵发动！这些围攻白玉堂之人，可是魔剑奇凶啊！阁下可是御猫展昭？在下正是。阁下是天下第2当大总管董振山。先叫他们停下来。詹某有话要说。相约决斗，决胜负，断生死，怎能轻易住手？等詹某把话说完，再拼个生死胜负，那也不迟嘛。北斗七星剑阵名动江湖，一经发动就难以罢手。展护卫应该听说过吧？别以为北斗七星剑阵就没有破解之法。我跟白玉堂早已事先约定，不得有人助阵。难道展护卫想进入剑阵之中，相助白玉堂？好，詹某答应你，不进入剑阵之中，相助于他。白玉堂，听到我说话吗？说吧。这个剑阵以北斗七星变化为主，天书为柄，瑶光为末，天权为中。你这样是变相帮助白玉堂。我刚才只答应你不进入剑阵之中，并没有答应你不开口说话。你再无理要求，先把你拿下。你，白玉堂，刚才的话听到没有？继续说下去。天玄主攻，开阳主守，天机御衡，双双为辅。你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7分。避天玄，走瑶光，攻天书，破天权。北斗七星剑阵不难瓦解的。懂了。董振山，我白玉堂至今挺立如山，你认输了吗？哼，那是因为展昭从旁相助。我刚刚只是动口而已，并没有出手相助。董振山，展昭虽然开了口，但动手搏杀的毕竟是我本人。哼，既然如此，
我帮你打个折扣，只要你遵守前言，从此隐退江湖，我不再强迫你自断一臂，你看如何？东镇山，难得白玉堂这么仁慈，你还不答应的话，悔之晚矣。好，我董振山这辈子认栽了。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将来若有重逢之日，董振山已不是江湖中人。哎呀，奇怪啊，为什么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总能及时赶到帮助我？因为你是一个专门惹麻烦的人，而我是个专门解决麻烦的人，你说是吗？你找梅念轩带话叫我过来，不是就谈这个事吧？当然不是。今年的京城大考，科场舞弊，不是小事吧？当然，如真有此事的话，确实非同小可，甚至会惊动朝野。问题是，你有没有证据？这证据倒是没有，但是我有线索。什么线索？很简单，这个线索就是天下第2档朱大老板朱长富。以你办案的经验，只需3言2语，就能吓得他一五一十全都招出来。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去。慢点慢点。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、因果背景，你全然不知，你怎么套他的话呀？你等我把事情的关键情节说完，再去也不迟。那你说吧。在我说之前，先去给我倒杯酒，行吗？行。我不知二位是何来意，但是我朱某现在是无能为力，无法相助了。谁让你住了？这次来，我们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坏消息。坏消息？哼，我已经够倒霉了，还能有什么坏消息啊？你可知道，为什么开封府的展护卫会亲自驾临？朱长富，你的案子已东窗事发，你若从实说来，我可以恳求包大人从轻量刑；你若不然，只会罪上加罪。我有什么案子东窗事发呀？就是今年京城大考科场舞弊的滔天大案。这怎么会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不会？若遇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相关的人已经把你供出来了。谁？白玉堂？怎么可能啊！我是局外人。你再仔细想想，谁跟这个案子有关？谁是你最亲近的人？就是那个人招供的。你若不肯说实话，展某也不会强逼你。不过，到了开封府公堂之上，一旦双方对峙，你势必落于下风，处于劣势，罪行也比别人更重。展护卫说的没错，与其受制于人，不如先发制人。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你应该很明白才对。不，我得先了解清楚这个人究竟是谁啊？方才白玉堂已经说，与此事有关的，是你身边最亲的人，这还用去想？难道是我的亲侄子沙河县令朱善仲不成？一点没错，就是他。虽然是你的亲侄子，但在关键时刻，
为了保命，他毕竟还是把你给卖了。你怎么哭哭啼啼，跟个女人似的？你不明白，我最近倒霉倒到家了。开始是有人在药酒里做手脚，中毒了，所以病成这样。接着，跟了我20年的张朝凤拐走了我的老婆，把家里的细软都带走了。现在，我的亲侄儿又出卖我，我真是祸不单行啊！慢着，你方才说那个张老朝奉拐走了你的老婆，他们都逃之夭夭了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勾得上的呀！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勾搭的已经快20年了。不好，不能让那个假冒伪善的伪君子逃之夭夭。你是说，张朝凤？难道你能把他追回来呀？岂止是追回来，论他的罪，简直是死有余辜。白玉堂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先把那个伪君子追回来，不能饶了他。你们家有好马吗？有，快，准备好马。是。驾！停车！车里坐的是什么人？是张老朝奉和他的夫人。哼，夫人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停车？为什么？难道连白某人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下车！还有那个偷人养汉的女人，你就是那个白玉堂？白玉堂3个字，你还不配说出口。你们以为逃得掉吗？你们以为逃到枫林园的庄园里面，别人就找不到你们了？啊！你怎么知道枫林园的？哼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所有男盗女娼、卑鄙龌龊之事，我白玉堂知道的比谁都多。白大侠，我不但从来没有得罪过您，我对您是敬重有加。您何不放我一马？将来我一定早晚一炷香为您。住口！我白玉堂一生遇过的好人坏人，可以说是不知凡几，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种金玉其表、蛇蝎其心的伪君子。白大侠，您冤枉我了，我怎么会是伪君子呢？你还敢与我争辩？第一，你深受东家信任与委托，却克扣贪污、中饱私囊；第二，你发觉东家的女人颇有几分姿色，你们却勾搭成奸，甚至产下私生之子；第三，你居心恶毒，怂恿东家欺压善良，搜刮百姓，低价收当，高价放贷，不顾穷人死活。一旦有人还钱不出，你却派出杀手以生死相要挟。第四，你更是狼毒成性，竟以慢性的毒酒毒杀东家，企图掌管庞大家产。如此种种都是令人发指、不可饶恕之罪。你说，你认还是不认？白大侠，就请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我愿意。你
愿意？愿意什么？愿意将财产分我一半？错！你错看白某人了。现在，我只问你，这些罪，你认还是不认？说！我认。既然你认，那我告诉你，有道是：天作孽，犹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我白玉堂常说：人可欺，天不可欺；人可瞒，天不可瞒。像你这种人渣败类，若是继续活在世上，不知会害死多少人。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给我听清楚了！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白大侠，怎么你也在车上？白大侠，请饶过我的亲生父亲吧。亲生父亲？你何时知道他是你的亲生父亲？很久，很久了，所以，我一定要把宝刀还给你。如果要杀，就连我一起杀吧，因为我不想做一个孤儿。好，今天就看在你亲生儿子的份上，我暂时不杀你。不过，你要跟随展昭，前往开封府，由包大人亲自审断，再判你的罪行。多谢白大侠。谢谢。张护卫的话当真的？展某一诺千金，并不下于白玉堂，你尽管放心。我说万一包大人认为我有罪，不肯让公孙先生为我治病，那岂不是……包大人公私分明，罪归罪，病归病，这是两回事。包大人一定会请公孙先生全心全力把你的病治好。好，既然展护卫说话那么肯定，那我就跟你到开封府去，当面向包大人请罪。好啊，此等好文章，何止是一个不错而已呀！正所谓是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。好，好，好！正如包大人所言，立论之精辟，比喻之贴切，文章之典雅，能写出此等好文章的人，当今世上那也是屈指可数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八王爷说的是，经世大考乃是为国求贤，如今却有人苛长舞弊，令贤者去而庸者来，这又岂是朝廷百姓之福啊？包大人所言，本王也是感同身受啊。不过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。八王爷请明示。正所谓欲盖弥彰，你越怕风浪，它则更加的暗潮汹涌。不如咱们坦然面对。欲盖弥彰，反而起人疑窦。八王爷之言一针见血。我连夜派人把这文章送进宫里，转奏皇上御览。明晨一早，你我联袂进宫，恭请皇上睿断。多谢八王爷。
又不是什么生离死别，也不是什么仇人相见，干嘛弄得这么剑拔弩张、哭丧着脸呢？前往开封府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前往开封府的途中，如果谁敢私自逃跑，或是惹是生非，我白玉堂的宝刀绝不留情。白大侠，展护卫呢？展护卫已经前往沙河县，要亲自押解你那县令侄儿前往开封府问罪。大家准备动身吧。我朝诉众科举，这是最好的为国求才之道。可是居然有人胆大包天，在科场舞弊，提出了这一篇几乎是状元之才的文章。想必你二人都仔细看过了。八仙王，臣在。你对此事如何看法？认为应当如何处置才能允当，才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风波？回皇上，兹事体大，还请皇上睿断。包拯，你呢？你怎么说？回皇上，科举舞弊必须严加杜绝，若不能依法按律严加惩治，势必有人心存观望，意图侥幸。如此一来，私心意志弊端益深。包拯说得好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患。奴婢总管太监孙永福启奏陛下，朕曾有口谕，没有要事不得觐见。回皇上，是发生了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进来禀奏。回皇上，礼部尚书谢展云谢大人在家悬梁自尽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是今天早晨，谢大人还留有遗书一道，要转呈皇上。快呈上来。是。礼部尚书谢展云，也就是今年京试大考的总考官，已经畏罪自尽。详情，这本奏折写得非常详细，你们两人拿去看看吧。遵旨。看来科举弊案确有其事，而其主事者就是畏罪自尽的谢展云。包拯，臣在。朕将此事交由你全权处理，重罪者不可轻判，无罪者不可诬妄，这样才可以昭大功于天下，彰大信于臣民。朕的用心，你可明白？皇上圣明，皇上的苦心孤诣，臣敬谨遵训，必当戮力以赴。很好。朱常富，草民在。当初截留梅念轩的文稿，将文稿交于朱善仲，以便认识他的笔迹究竟是谁的主意。回包大人，都是老朝奉张丰毅的主意。张丰毅，他所说的，你可承认？草民承认。朱善仲，
下官在。你又将那文稿交予了何人？回报大人，下官迫于无奈。何谓迫于无奈？礼部尚书谢展云在遗书之中已然说得十分清楚明白。来到本府公堂之上，你还想推脱诿过不成？下官并非推诿，只是受命于嘉悦，就是礼部尚书谢大人。岂有此理！谢大人畏罪自裁，全案昭然若揭，你却仍想巧言抵赖，不肯认罪服罪。来人呐！在，摘掉他的乌纱帽，除去他的滚云袍。是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本府奉旨，全审理此案，摘你官帽，除你官袍，罢你县令之职。如今你已是不依百姓之身，在本府堂前自当以堂规见礼，还不跪下！你们都给本府听清楚了，科举一事乃天下读书学子10年寒窗铁砚磨穿，以求出人头地、显宗耀祖之途，也是国家朝廷举贤能、擢俊秀之伦才大典，其宏观伟业，可谓庄严神圣。而今居然有人竟为了一己之私，灼伤朝廷殷切之良法美意，其心可鄙，其心当诛。本府之言，你们可都听明白了？都明白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既然明白了，当下听判。朱常福，你受人怂恿，不明是非，不分黑白，借亲情之便，勾结当道，开当铺以盘剥穷人，放高利压榨百姓。论其根由，虽未必当诛；论其罪行，却于法难容。如今你有病在身，本府自会为你严医整治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本府依法判你10年徒刑，且将你名下半数财产借没充公，以为济贫之用。你可服罪？草民服罪，叩谢包大人。张丰毅，草民在。你身为朝奉，却敛东家之财，保私人之囊，勾结东家之妻，行通奸之实，更怂恿东家压榨百姓，进而意图毒害东家，谋夺家产。如此行径，于法难容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斩刑，秋后勾决。包大人，草民罪不至死啊！胡说！你这个伪君子，根本是死有余辜。白玉堂，公堂之上不得造次，否则依法论罪。是，草民一时冲动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朱善仲，下官在。你官服已去，官职已无，如何自称？草民在。你原本使朝廷之俸禄，因百里之寄托，直思民目，父母地方，理当爱民恤民，于民生养，而你却贪污渎职，克扣赈粮，任由百姓匮乏樵夫，却视若无睹。更有甚者，为求仕途幸进，竟然媚上欺下，勾结串通，谋私利于自身，
务必端于科长如此行径，于情不合，于理不通，于法更是死罪难逃。包大人，下官草民有下情上报啊！住口！不过是些推诿之词，多言何益？来人呐！在，将朱善仲押入大牢，待本府上奏朝廷之后，择日行刑。是。包大人，小的冤枉啊！包大人，小的冤枉啊！梅念轩，晚生在。明日早朝之后，随本府进宫面圣，皇上另有旨意。梅念轩，草民在。抬起头来，朕要仔细看看你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！若不是白玉堂，朕差点就少了你这样一位天子门生，这可是天大的遗珠之憾呐！朕虽然不敢说你有太白之灵思，子建之节才，但朕相信，你若为官，必定是国之栋梁。草民叩谢皇上天宇褒奖，如今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，你要朝廷如何补偿于你？补偿二字，草民万万不敢。雷霆雨露，莫非天恩？皇上圣明，朝廷已还草民公道，草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说得好，朕为你的事情昨夜一宿没睡，借古人的句子做了一首诗，送给你作为贺礼，你可愿听听？皇上恩典乃是草民之福，你历经磨难，才有今天。朕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去巫山不见云。几度关山披荆棘，最是难写晚来春。你觉得如何？皇上睿智如海，草民万万不及。朕另有恩诏，梅念轩听旨，草民尽尽皆知。京师大考，无论是否曾有弊端，都已经定案。以朕的看法，以你之才情，朕补封你为恩旨探花郎，授翰林院编修，你觉得如何？皇上恩典山高海深，草民感恩，惶恐之至，唯有戮力以赴，将此生奉献于朝廷百姓。好，说得好。包拯、八贤王，臣在。你二人觉得如何？军国大位，为人为甚。皇上人心甚怀，则披天下苍生。臣为皇上贺，为天下苍生百姓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万岁！
次四品带刀护卫展昭见过袁老先生和夫人。好说好说。既无御赐，也无品的带刀护卫锦毛鼠白玉堂见过袁老先生和夫人。不敢不敢，老朽可不敢当啊。展昭奉旨，全充兵人，要为恩旨探花郎梅念轩向袁傲冰姑娘求亲，但请允准。此时此刻，不准也得准了。